嗨，大家好，我是 Chen。暑假过了一半，有没有睡饱？有没有吃饱呢？不管有没有，今天这部影片绝对让你赚到宝。没错，我的全新企划，学校不会教你的微积分。第一集，导函数定义。你说导函数不就是微分过后的那个函数吗？难在哪？你有想过用导函数定义推出指数函数、对数函数、arctangent x、arcsine x 的微分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玩玩这个导函数定义吧。首先，我们来一个 f of x， 我把它称之为原函数。经过微分过后，会得到一个新的函数，而这个函数呢，叫做导函数 derivative in terms of x。那它的定义是长这样子它的 limit h approaches zero， 然后它是 f of x 加 h 减 f of x over h。那这个定义是有些学生觉得这个有点难背，但其实你只要把它想成斜率就好，因为所谓的微分就是求该点的切线斜率，而为了要确保这条线是切线，只能跟图形有一个交点，我就必须在这个斜率的前面再写上 limit delta x approaches zero， 这样子算出来就会是该点的切线斜率了，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斜率的函数 in terms of x。接着我们用画图的方式呢来解释这个 f prime of x 的定义。我们都知道两点定斜率嘛，所以我就先在这个图形上画两个点，一个点它的 x 坐标呢，我们就写 x 等于 x， 也就是任意位置的 x 坐标。而另外一个点呢，我们就写它的 x 坐标等于 x 加 h， 就是它隔壁的意思。所以这个 h 的意思就是间隔 delta x 等于 h。再来，这两点的斜率我们会称之为割线斜率，因为这个条直线跟我们的 f of x 的函数是交于两个点的。second line， 那算法就会是 delta y over delta x 嘛，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所以 delta y 就是这两点 y 坐标的差，那 delta x 就是这两个点坐标 x 坐标的差值。所以我们来对应一下这个点的 y 坐标就是去看 x 加 h 对应到的值是 f of x 加 h。在这个点 x 等于 x 对应到的 y 值就会是 f of x， 而现在我要的是 delta y， 那就是 y 值相减 f of x 加 h 减 f of x， 而 delta x 就会是 x 坐标之间的间距，那就是 h 了，所以我们就套进来 delta y 等于 f of x 加 h 减 f of x， delta x 就等于 h。这就是这两个点的割线斜率，但是我今天要算的是导函数是切线斜率。那这个切这个字怎么表示呢？我们只需要在前面再写上 limit 就可以了。所以 delta y over delta x 前面写上 limit delta x approaches zero， 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的切线斜率咯。所以这个黑色的部分呢是原本的割线斜率，我只需要在前面写上红色的这个 limit h approaches zero。这就是导函数的定义式。那至于在图形上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想成我把这个右边这个点好像越来越逼近左边这个点，因为 h 被我缩到0， h 就是这两点之间的 delta x 水平距离。那当 delta x 被缩到0，那这个在图形上的点也会越来越靠近，就好像我的线就会只跟图形切于一个点，也就是我要的那一个切点，而那个切点的斜率呢，我们就称之为切线斜率。微分就是在求该点的切线斜率，而课本上通常介绍完这个导函数定义后，他举的这个范例呢，不外乎就是第一个根号函数，第二个这种导数型 1/x 的函数，当然还有第三个多项式的函数 xn 次方，练习使用导函数定义去推出它们的 f prime of x。比方说根号 x 它的微分出来的导函数叫2根号 x 分之一，那么 x 分之一的微分是 x 平方分之负一。这些详细推导的过程，通常在课本上都有详细的解说。那我今天这部影片要用导函数的定义来玩玩其他种类型的函数。第一个叫做指数型函数 a 的 x 次方，以及第二个对数型函数 log ax， 再来第三个叫做 arctangent x， 以及最后第四个
arcsine x， 我想要透过 first principle 或者是说 the definition of derivative 来求出我们今天的导函数。接下来的内容是学校老师不会教的，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玩的数学训练，各位就跟着我一起看下去吧。Let's go。首先，第一个函数我们要探讨的是指数函数，我们写成 a 的 x 次方。那么我们就开始带入这个导函数的定义 f' of x 等于 limit h approaches 0 f of x 加 h 减 f of x over h。那这个 f of x 加 h 的意思啊，就是指我要把这个 x 加 h 带入我们今天的指数函数 x 的位置，所以我这边写 a 的 x 加 h 次方然后再减掉 a 的 x 次方。那我们看到这边这个极限是对 h 去取的，所以 a 的 x 次方我想要先提出来，那是不是就会剩下 a 的 h 减1？那因为 a 的 x 次方啊，它是跟 h 无关的，所以我可以把 a 的 x 次方先提到这个极限外面，所以就变成 a 的 x 次方乘以 limit h approaches 0 a 的 h 次方减1 over h。那接着我们要处理的，很明显就是这个极限究竟是多少。那如果你有背这个指数函数的微分结果，就知道这一坨是不是应该就是 LNA 啊？但是为什么呢？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用这个导函数定义，直接这样子直撞啊，直接这样子推下来，能不能推出这个问号？这个底线出来的结果就是 LNA 呢？这就是我们接下去要探讨的东西。所以我们看旁边的 note， 我们先令这个问号，也就是 limit h approaches 0 a 的 h 次方减1 over h 这一项我等于 k。那我们心里要想的事情是 we want to find the value k， 去找出 k 的值或者是 k 的形式。所以首先啊，我把这个分母的 h 乘到右边去，右式就会变成 k 乘上 limit h approaches 0 h， 这个极限都是要带着的。再来，我把这个左式的减1啊移向到右边，变成加1。同时，我把右式的这个 k 放进这个极限里面，因为这 k 就是系数，当然是可以自由的游走的。而这个加1当然也是可以看成放在极限里面的。所以这个极限呢是针对 kh 加1这个括号去取的。再来，我试着把这个 a 给弄出来，所以我在等到两边啊，同时取 h 分之1次方，也就是开 h 次方根的意思。所以我就可以得到 a 等于 limit h approaches 0， 那么1加 kh， 然后它外面是 h 分之1次方。那各位看到这样子的结构，有没有想到很像什么东西呢？我们来 recall 一下，当 limit n approaches infinity， 1加 n 分之1的 n 次方，这个其实就是谁的定义呢？自然指数的定义，也就是 Euler number 的定义，相当重要的一个数值，它大概是 2.718 左右，我们又称为尤拉数。所以它的定义是当这个蓝色圈起来的这两项啊，大家可以发现是导数的关系，英文是 reciprocal， 整个定义看起来就是1加上0点多，然后无穷大次方，这样子就会逼近于这个自然指数 e。因此我现在就是要在这个次方这边制造一个导数，所以你看我的蓝色的部分，我先放一个 k， 但是写了一个 k 之后，但是要乘回来嘛，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红色框起来的，是不是就是1加0点多，然后无穷大次方？那这就是自然指数 e 的定义，我们就可以得到 a 等于 e 的 k 次方。那大家要记得 ，we want to find the value k， 所以我要把这个蓝色 k 呢给移项出来，所以我先同取 ln， 并且把这个蓝色的 k 提到前面，对数率就得到 k ln e， 那 ln e 其实就是1，最后可以得到 k 等于 ln_a， 我们得到了重要的结果，是不是很酷呢？所以这个底线画起来的就是 ln_a， 因此指数函数的微分结果就是 a 的 x 次方再乘以 ln_a， 也就是先照抄再乘以 ln_a， 跟我们背过的东西
完全吻合。接着我要再更进一步探讨这个红色底线画起来的极限 8h 次方减1 over h， 它除了等于我们说的 lna 之外，其实它也是 f prime of 0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出来啊？ f prime of 0的意思就是啊，在 x 等于0，然后对应到了这个点的切线斜率。那我们可以这样子去看哦，我把这个 h 次方呢写成0加 h， 那后面那个减1的1，我把它写成 a 的0次方。那各位可以看到啊，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 definition 呢？只不过现在 x 记得要带0进去，所以我就可以说它是 f prime of 0。也就是说，我们圈起来的这个极限，它正是等于 x 等于0对应到的那个点的切线斜率，当然也等于刚刚我们推出来的 lna。那我们把图形画出来感受一下，一个指数函数是不是一定会通过01这个点呢？所以01这个点算是指数函数的蛮指标性的一个性质啊，就是一定会通过。那接着在 x 等于0这一点的切线斜率，也就是在01这个点坐标的切线斜率呢，就是这个极限所要呈现的东西了。所以 slope of the tangent line 也就是 f prime of 0，那我们刚刚证明出来了，它就是 lna。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想要去探讨那当 a 等于 e 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就是 Euler's number 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f prime of 0就会等于 lne。那所谓的 ln 就是 1 嘛，对吧？也就是如果我今天是 e 的 x 次方的这样的指数函数，自然指数型，我们可以说它在01这一点的切线斜率就是1，也就是它会平行于 y 等于 x 这一条直线。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概念把它画起来。所以现在画出来的就是 y 等于 e 的 x 次方的指数函数。所以这条切线以及我们的 y 等于 x 的这条线是互相平行的。那为什么我要画 y 等于 x 这一条直线呢？我就继续讲下去，待会各位就会懂了。所以我们这个 f prime of x 就是先照抄 a 的 x 次方再乘以 ln a。紧接着就是对数型函数的微分啦 ，f of x 等于 log 以 a 为底数 x 这样的对数函数，我们马上带入这个微分的定义。这边写成 x 加 h， 我用红色代表加 h 减掉 f of x， 也就是 log ax over h。那当我们看到 log 相减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真数的地方相除，这是对数率 x 加 h over x。除以分母的 h， 那这边我们写一下，这边是根据 law of logarithm 对数率，再来我把这个分母的 h 写成 h 分之一，再乘上刚刚整理的 log， 那我把这括号里面呢整理成1加 x 分之 h， 也就是把它拆成两项，再来根据对数率 law of logarithm， 我可以把这个 log 前面的 h 分之一，它就是系数的角色，我可以往后丢成次方，对吧？有这个性质，因此我们就把 h 分之一往后丢变成次方。再来，因为这个极限是对 h 去逼近的，所以我把这个 limit 放进 log 里面也是 OK 的，就变成 log a， 好，然后里面就是 limit， 然后完全是针对 h 去操作，1加 x 分之 h 括号 h 分之一次方。那当各位看到这个，有没有想到那个非常伟大的定义呢？也就是 e 我们 recall 一下 e 的定义，也就是1加0点多的无穷大次方 ，limit n 趋近无限大然后这里面是1加 n 分之一的 n 次方。那你说，可是今天是 h 趋近0那我们要懂得变通，对吧？我就另一个 t 等于 n 分之一，所以 t 趋近0的时候，后面就变成1加 t 括号的 t 分之一次方，整个结构出来的这个数值的概念就是它是1加上0点多，也就是1点多的无穷大次方。只要是这样的结构，它就可以逼近1亿这个数字了。再来个小技巧，这个蓝色框起来的这两项，它必须是 reciprocal 导数，所以我现在要调整，先让它产生什么呢？产生导数，所以这边是 x 分之 h， 所以我就要变 h 分之 x。那我上面乘了一个蓝色的 x， 我就要除一个 x 回来嘛，但是都是在次方操作的哦。我们可以接着写下去。好，所以我现在把这个
红色框起来的就是我们的自然指数 e 的定义了。那蓝色就是 x 分之一。最后再把这个次方呢，是不是可以丢到 log 的前面？这也是对数律嘛，因为 x 分之一 log 以 a 为底 e。再来 log 以 a 为底 e， 记不记得对数里面有换底公式啊？换底公式就是像这样子操作的。我们先分子分母都写一个 log， 那接着上面我们是写真数的部分，也就是 e， 那下面就写底数 a。那所以当底数都换成 e 的时候，这个分母就是所谓的 lna， 那分子呢就是 lne， 那 lne 就是 1， 所以我就可以化简成 x 分之一 lna 分之一，是不是跟我们背的结果是一样的呢？那再来我们一个 note， 是不是当 a 等于 e 的时候，也就是它的 base， 如果也是自然指数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啊 log ex 的微分就会是 log x 的微分，也就是 x 分之一。我们再把 log 的图形画上来，身为一个对数函数啊 ，log 是不是一定会通过什么呢？10这个点坐标，而这个坐标呢，它的切线斜率，我们就可以用刚刚微分出来的那个斜率函数 x 分之一，然后把这个 x 等于1代入，通过10的切线斜率正好是1呀，太酷了。再来，刚刚的指数函数 e 的 x 次方也放进来， y 等于 x 也放进来。我们可以看到 y 等于 x 除了是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的对称轴，然后它们互为反函数之外， y 等于 x 这一条直线也会平行于 exponential x 通过01这个点的切线，也会平行于 log x 通过10这个点的切线。这边我们会看到这边有3条平行的直线。接着我们来看 arctangent 的微分。大部分的同学看过的证明方式应该是令 y 等于 arctangent x， 然后再把它转成 tangent， 然后接着使出这个辅助三角形的技巧，最后推出 arctangent 的微分。那我今天想使用导函数的定义，直接推出 arctangent 的微分，我们就看下去吧。所以这个定义就先带进来，我先令这整个微分的结果叫做 k。那我们心里要想的东西就是 we want to find k， 不管它是一个数值或者是一个函数的形式都行，只要我们找到 k， 那就代表我们已经得到导函数的结果了。我们就来研究底线的这一条等式。我先把这个分母的 h 乘到右边，那因为这个 h 是很靠近0啊，它不会是0，所以我就可以大胆的这样乘到右边之后，我再把 k 放进 limit 里面。这边的 k 你可以想成是系数，系数可以自由走动，当然也可以放进极限的里面。接着这边左边是 arctangent 相减，那右边呢是 hk。那我要怎么把 arctangent 划掉呢？我想的方法是这样，等号两边同时取 tangent， 所以我就变成 tangent， 然后里面是 arctangent x 加 h 减 arctangent x， 右边就会变成 tangent hk。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看下去，我先把左式的 tangent 放进极限里面，变成 tangent 里面是 arctangent x 加 h 减 arctangent x。再来，我把 arctangent 的 x 加 h 看成 alpha，arctangent x 看成 beta。那我们在高中应该有看过这样子的公式 ，tangent 的和差角公式 alpha 减 beta 可以写成 tangent 减 tangent 除以1加 tangent tangent。那不管你怎么背，应该有听过一种背法，甜减甜除以1加甜甜。总之能让你记起来的，那就是好方法。就是我们这边可以使用 tangent 的差角公式啊，甜减甜除以1加甜甜。那我们把这个 alpha beta 放进去，那你应该已经看到像这样 arctangent 啊又 tangent 是不是就可以划掉了？所以这个上面就是 x 加 h， 然后跟 x 相减。下面这边就是1加 x 加 h 乘以 x， 快要变成我们希望的结果了。那这个 limit 别忘了带着哈 ，limit 趋近于0。那再来是等式右边是 tangent hk， 好，我们就这样放下来。那我们心里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要找出 k， 所以我先看能不能进行一个化简啊，像这个 x 消掉，分子就剩 h。接着我把这个分子的 h 除到等式的右边，
我们把 h 丢下去，那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呢？给大家一点时间思考一下，如何推出我们要的 k。好的，我们来剧透了。首先我们看等号右边这个极限啊 ，h 趋近于0啊，那是不是0/0呢？这是一个不定型嘛？那我们这个制造一个 hk 的角度在分母，我想使用三角极限的解题方式。那我们可以 recall 一下，因为 sin 的 theta over theta， 当 theta 趋近于0的时候，这个极限是1，而 tangent theta over theta 趋近于0的时候，极限也是1。那这两个是蛮常用的所谓三角极限。那如果你对三角极限的题型或者是使用方式不熟，可以去右上角点击我的三角极限总整理的影片观看哦。让我们回到这个极限，这个极限是1，然后就是1乘以 k， 而我们的目标正是找到 k 啊。k 是不是就等于这个 limit h approaches 0 1加 x 加 h 乘 x 分之1，那最后把 h 等于0就直接代进去就好了，因为这当然是一个连续函数，我们就会发现是1加 x 平方分之1，是不是跟我们印象中的 arctangent 的微分一模一样的？我们用导函数定义也一样可以推的 arctangent 的微分结果。看完前3题的这个导函数定义的推导，应该觉得蛮有趣的吧？最后我们进入 arcsine 的微分。arcsine 微分也是就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微分。我们套用导函数定义 arcsine x， 然后加 h 减 arcsine x over h by the first principle。但如果这一题我还是用前一题那种令 k 的做法，那就无聊了。我们现在用另外一种想法，我把这个角度啊 x 加 h 令成 sin alpha， 就是我好像是换一个这个方向切入这个问题，以及令 x 等于 sin beta， 其实一样可以把那个 arcsine 给划掉。而这个分母的 h 我们也可以转换一下，你就这两式相减就好， sin alpha 减 sin beta。而当 h 趋近于0的这件事情，也意味着 sin alpha 会趋近于 sin beta。再来就有趣了，我们可不可以因此推得 alpha 趋近于 beta 呢？在这边可以。可能有人会说，你 sin x 是周期函数，不同角度也可能对应相同的 sin 值啊。没错，但这里是建立在 arcsine x 存在的前提，反函数要存在，必须满足 one to one 1对1，也就是从原函数 sin x 截取的区段也必须是1对1，这样转过来的反函数才会是1对1。附上 arcsine 的图形。arcsine x 它的这个 domain 也就是 x 范围，它是从-1到正1的，它并不是一个周期函数。而 y 的范围，它的 range 是从-2/π到正2/π，它是长了这样子的一个图形，它是 one to one function。因此，在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推得 alpha 趋近于 beta。OK， 再来，我们继续 arcsine x 导函数的推导。经过我刚刚的变数变换所以这个 arcsine x 加 h 就变成 alpha 了，那个 arcsine 就划掉了。然后后面的这个 arcsine x 也会变成 beta， 那分母的 h 就是 sin alpha 减 sin beta。那这前面 limit h 趋近于0，我们就要把它改成 sin alpha 趋近于 sin beta。那当然你写 alpha 趋近于 beta 也是可以的。再来算极限的第一步骤，直接代入。那我代入之后就发现0/0不定型出现了，而不定型就代表我们要 do more work， 透过数学的化简来得到我们最后极限的结果。那我们发现分母sin alpha 减 sin beta 要怎么转换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想，recall 一个高中应该有听过的公式，叫做sin alpha 减 sin beta 等于2倍 cosine sin。这个东西叫做和差化积的公式，因为前面是和差嘛，就是加减型转成乘法的形式，这叫化积。sum to product， 但这边是 difference to product。而转成相乘型的角度怎么填呢？就是念和差化积和差半。那和差半就是指角度之和的一半，
角度之差的一半。所以阿尔法加贝塔除以2，阿尔法减贝塔除以2，和差化积，和差半。所以我们来套一下分母的 sin 阿尔法减 sin 贝塔可以转成2倍 cosine 再乘 sin。那这个里面填的是和差半，就是先加除以2，相减除以2，和差半。那现在我就可以看到分母有一个 sin， 那我在求极限，我就会想到三角极限，那就是要凑一个 sin 里面的角度，对吧？那所以我在这个上面我凑出阿尔法减贝塔除以2，那这样就会有 sin theta over theta， 或者是 theta over sin theta 的结构。而当 theta 是趋近于0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极限就是1。那你除以一个2就要乘一个2回来所以我就把这个极限整理成2除以2一组，然后 cosine 分之1一组，再来最后乘上 sin theta 分之 theta 一组。如此一来，最后面的这个 sin theta 分之 theta 它的极限就是1。再来前面的2除以2轻松约掉，那我们就会只剩下 cosine 阿尔法加贝塔除以2分之1。那阿尔法趋近于贝塔，我直接带进去，就变成 cosine 的2分之2贝塔。那这个2再消掉，最后剩下 cosine 贝塔分之1。到这边已经算是很大的一步了，但是这不能当答案因为贝塔是我设的它题目并没有给题目是 x， 所以我要再还回题目的这个变数，就是从框起来的这句 x 等于 sin 贝塔开始推。这时候就会扯到什么呢？辅助三角形。以贝塔为角，那它的 sin 值是 x， 把 x 讲成1分之 x， 所以斜边分之对边，我们就可以写出斜边是1，对边是 x， 而贝塔的邻边就可以根据毕氏定理，根号1减 x 平方出现了。那 cosine 贝塔是斜边分之邻边 hypotenuse， 然后分之 adjacent， 那再导数就会变成邻边分之斜边，那邻边是根号1减 x 平方，斜边是1，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 arcsin x 的导函数结果，根号1减 x 平方分之1，是不是跟我们印象中背的一模一样呢？这就是透过导函数定义直接推得的 arcsin 微分。以上就是学校不会教你的微积分第1集。还想看我用导函数定义推什么函数的，在下方留言，我有求必应，应该啦。OK， 收工，拜。